高血压是一个常见的健康问题，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。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你控制血压，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食苦瓜。不过你食的对吗？有很多朋友怕苦瓜苦，于是加蜜糖一起食，结果肠胃越食越差。又有很多老人家本来就容易头晕，苦瓜一食，晕上加晕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中医认为苦瓜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降血压等作用，降血压方面有一定效用，只是性寒不宜常常食用。在营养角度，苦瓜因为含丰富的钾，对平日摄取钠过多而引起的高血压有帮助。不过有些高血压的朋友，就算食很多苦瓜，血压也降不了多少，那可能就是缺镁的问题了。对于以上种种问题，我们综合了一些食法给大家参考，让老人家都可以安心食用。更重要是希望帮到大家控制血压。方法一：香蕉和苦瓜榨汁，半个苦瓜加半条香蕉，再加适量水榨汁即可饮用。如果你用的是大苦瓜，使用1/3也足够了。根据中医的理论，香蕉和苦瓜同时是可以的。苦瓜属于寒性食物，而香蕉则属于温性食物，两者的性质相反，可以互相中和。在营养角度，香蕉和苦瓜都是高钾质的食物，而钾质有助于将钠排出体外，从而降低血压。钾质会因为高温流失，所以生食是最好的食法。而且香蕉和苦瓜都高钾质，就算是减少苦瓜用量，功效也不错的。方法二：芭乐苦瓜番茄炒蛋。有朋友爱热食的话，这道菜因为烹煮时间短，可以保留较多的钾质，也是很好的选择。根据中医的理论，芭乐和番茄有助于降低苦瓜的寒性，从而减轻脾胃不适的情况。在营养角度，芭乐、苦瓜和番茄都是高钾质的食物，就算加热后，综合钾质含量还是很丰富的。如果以上做法你都觉得太复杂的话，那将苦瓜和豆腐蒸15分钟，再加自己喜欢的调味也可。豆腐的钾含量只有苦瓜的1/3左右，但也不低。不过因为有些高血压患者的病因是缺乏镁质所导致，而豆腐中的盐卤正有所帮助。在营养角度，苦瓜对因为吸收过多钠质而形成高血压的朋友的确有帮助，但记住要降血压，除了吸收钾质，减少摄取钠也是很重要的。换句话说，食苦瓜不戒盐是没用的，当然不是要完全不碰，比平日少食一些就好。所以要记住，当你要降血压时，除了戒烟戒酒，少食盐也是很重要的。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建议咨询医生或营养师，制定适合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。谢谢你的观看，下次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健康长寿知识。